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。今天晚上，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？我必须说，这恐怖经历其实是发生在日本。然后呢，我也必须说，今天这一则经历跟故事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其实有时候看故事，我中途会分析，我觉得它好像还好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可是这则故事是我看下去，我会一直往下看，停不下来。我很好奇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好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有没有，常常就是骑着脚踏车啊，然后到处去跟朋友这样子去玩啊，然后最后跑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。没错，今天这则经历呢，主要就是两个小朋友在小时候骑脚踏车，骑到了一个非常诡异又恐怖的地方。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。这则故事以前从朋友那里听来的，姑且称那位朋友为贵男。这位朋友有个奇怪的特性跟习惯，每当电视上报道伤害事件之类新闻时，他总是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画面，特别是在意嫌疑人的名字。即便和我一起去喝酒，他也会不时注意着酒吧电视里播报的新闻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打趣问他：“怎么，你有什么可能会被逮捕的朋友吗？”他只淡淡回应：“你信不信无所谓啦。”然后他讲述了一段他小学6年级时的经历。这故事很长，前言也很冗长，或许并不是特别的恐怖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。贵男还是个乡下小学生时，正值 CD 逐渐取代卡带的时代。然而他家境普通，对流行也不太关心，因此他对于父亲让给他的旧式卡带随身听感到心满意足。他总是把它放进一个小型背包，背在身上，从右肩绕过背后，系在左腰的位置，然后出去玩。当时他刚得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，最喜欢边听音乐边骑车到处乱跑。不过因为这样很危险，他后来被狠狠骂了一顿，才慢慢收敛。有一天，同班同学杨介告诉他，他也刚买了一辆自行车。贵男，你有自行车吧？我们一起去远一点的地方探险吧。贵男当然大力赞成，背起他的背包，两人就在星期天中午出发。杨介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就去没有去过的路吧。两人选了一条平时鲜少涉足的乡间小路，兴奋地猛踩踏板。他们完全忘了时间，直到天色渐暗，才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处山道，来到了山峡中。这年纪的孩子都爱冒险，他们把自行车停在一旁的小径，随即钻进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野道。他们打算在这里也建造一个像家附近树林那样的秘密基地，但没过多久，天就完全黑了，两人被深山的黑暗吞没。糟了啊！贵男正在说着，额头却传来一丝冰冷的触感，是雨。虽然不至于是倾盆大雨，但也绝对不只是毛毛细雨。他们赶紧加快脚步，寻找回去的道路，尽量避免跌倒。然而入夜的兽径和杂草丛根本没有什么区别，两人只能凭感觉往下坡走，希望能走出这片山林。然而他们越走越迷茫，一会下坡，一会又爬坡，方向感彻底混乱了。贵男的声音开始带着哭腔：“杨介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话才不会迷路啊！”杨介的呼吸也变得急促。他们继续摸索前行，途中看见一条破烂的粉红色胶带缠绕在树上，看到人造物，他们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但这胶带似乎是很久以前就绑上的。沿着它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他们发现胶带早已断裂，掉落在地上，这让他们的心情更加的沉重，只能加快脚步继续前行。这时杨介突然大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贵男转头一看，只见一条细绳从2棵树之间横着拉了过来，杨介的脸刚好撞上。这条绳子没有断裂，而是一直延伸到黑暗之中，看不清尽头。
桂南不由得心生不安。这绳子和刚才的胶带，总觉得像是设立某种禁止进入的界限。但还没等他细想，杨介突然大喊：“桂南，你看那里！”他顺着指示的方向望去，竟发现一片极静的聚落在黑暗的山中若隐若现。两人二话不说，朝着那些房屋狂奔而去。然而当他们靠近时，才发现这些房子全都是无人居住的废弃屋。这个地方有点诡异啊！桂南喃喃自语，试着拉开其中一栋房子的拉门，打开了。杨介，我们可以进去避雨了。他们走进屋内，里头是泥土地面，旧榻榻米散发出一股陈旧的霉味，里面积满灰尘。两人忍不住咳嗽了几声，但此时躲雨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先脱掉湿透的上衣，拧干水分，然后将背包放下，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。屋内的情景逐渐清晰了起来。这是一栋2层楼的木造老宅，虽然房间不小，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，空荡荡的，就像刚搬家后的房子，门锁都没锁上，显然贵重物品早已被搬走。这地方真的没有人住吗？那还用说，你看，连水龙头都没办法用了。杨介试着扭开厨房的水龙头，但却发现握把被拆掉，根本出不了水。这时屋里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最初他以为是屋外的雨水，但桂南很快察觉到异样，声音不是来自屋顶，而是来自楼上的某个地方。这不是雨声啊！一种强烈的不安感瞬间袭上心头。他下意识地看向杨介，发现对方正蹲在客厅里翻找东西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，没有人在楼上。然而这时杨介兴奋地指着楼梯：“喂，桂南，我们上去看看吧。”他立刻找到放在走廊的梯子，兴奋地架在通往2楼天井的入口。桂南心里猛然一阵发寒：“你别乱来啊，万一楼上有人怎么办？”废话，这个鬼地方哪来的人啊？杨介毫不犹豫地爬了上去。桂南不想跟着，但留在楼下也让他感到不安。他低头看着自己背包里的随身听，想着干脆来听点音乐壮壮胆吧。当他按下播放键时，耳机里传来了，却不是音乐，而是一个女孩的声音：“妈，梯子不见了。”桂南浑身一抖，他忽然意识到这座房子的2楼可能曾经关着某个人。楼上的杨介迟迟没有回应，屋里滴答滴答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。这时他终于确信，那声音的来源就在他头上的2楼。桂南的心跳加快，这时他听到楼上传来嘎叽嘎叽的声音，仿佛有人在缓慢地移动着。“杨介，你在楼上吗？”他小声地喊了一句，但却没有回应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重的压迫感，他的耳机里依然传来女孩模糊的呢喃声：“这里不行，不能让他来，这个人不该上来，会生气的。”这个人是指杨介还是我？正当桂南犹豫着是否要跟着上去时，他的耳机里突然插入了一道尖锐的声音，一个尖叫声啊！尖叫声突如其来，震得桂南瞬间拔掉耳机，耳膜仿佛被刺穿一般，脑袋里发出嗡嗡作响的声音。这时楼上的杨介突然放声尖叫啊！接着他听到楼上传来剧烈的撕扯声、踢踏声，仿佛杨介正在挣扎着。“杨介！”桂南大喊，双脚却僵硬的无法动弹。然后他听见杨介狂乱的嚎叫：“痒死我了！救我！好痒，好痒啊！”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常的痛苦，就像有人在撕裂他的皮肤，或是有无数双手在他身上拼命的抓挠。桂南终于回过神来，顾不得恐惧，冲上楼梯，爬到2楼。2楼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，但光线微弱，他只能靠着手电筒照明。“杨介，你在哪里？”他颤抖着举起手电筒，朝四周环视，然后他看见了杨介蜷缩在一间房间的角落，疯狂地抓着自己的脸，血迹斑斑，皮肤已经被抓得裂开，
指甲下都是血丝，好痒，好痒！他低声呢喃着，仿佛中了什么诅咒。桂南冲过去想要拉住他，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啪嗒啪嗒啪嗒，房间的深处传来了一阵光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。桂南猛然抬头，看到一个瘦小的女孩，身穿破旧的衣服，低头站在房间的中央。桂南忍不住大声尖叫了出来。女孩缓缓抬起头，她的脸满是撕裂的血痕，像是被无数抓破，红色的血渍和伤痕的交错，恐怖至极。她的嘴巴微微张开，发出气音般的声音：走开！桂南浑身冰冷，几乎不能动弹。耳机里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：这里不能来，不能来，妈妈会生气的。妈妈！桂南的脑袋一片混乱，这时他才注意到房间的角落的床上还有另一个人影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，身穿暗红色的长裙，坐在床边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但她的手臂缠绕着无数红色的抓痕，她的双手正用力握住床单，指节发白，仿佛正在压抑着什么。然后她缓缓抬起头，她的眼睛是黑洞般的空洞，没有眼白，说：不准你们上来，这里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。桂南的身体就像是被冻住一样，他想尖叫，但喉咙被死死堵住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这时他的视线看见楼梯口，那是唯一的出口，快逃！他脑海中响起这样的警钟，他拼尽全力冲过去，一把扯住杨介的衣领，拖着他往楼梯跑去。然而女孩和女人的身影同时都动了，女孩以诡异的角度扭着身体，直直朝桂南爬了过来，女人则是缓慢地站起身，朝着门口走了过来，并想要挡住出口。不可以出去，她低声呢喃着。别管了！桂南发了疯般拉住杨介的手，朝梯子狂奔。就在他们快要冲到梯子前，啪嗒啪嗒，女孩已经快要追上来了。桂南毫不犹豫地将杨介一把推下楼梯，杨介翻滚着摔到一楼，发出沉闷的声音，但他来不及顾及，自己也纵身跳了下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脚踝被狠狠地抓住了，一阵冰冷的触感从脚踝蔓延，他疯狂地踢动双脚，终于挣脱了束缚，狠狠地摔到地上。快跑！他拖着满脸血污的杨介，踉跄地冲出门口。外头的雨仍然下着，但此刻桂南却觉得无比的安心。他们一路狂奔，直到远远甩开那栋房子，才敢停下。雨声、心跳声、粗重的喘息声交错着，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。至少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当杨介喘息着转过头指着桂南的脚时，他的心又凉了一半。桂南，你的脚。他低头一看，脚踝上赫然留着3道清晰的红色抓痕，就像被某双手狠狠掐住过。当天他们终于找回自己的自行车，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了。回到家，他们自然被父母狠狠训斥了一顿。但更诡异的是，当桂南回到房间，拿起当时的卡带，在家中录音机播放时，里面只有儿童合唱的歌声，没有女孩的声音，没有低语声，没有恐怖的对话。那么当时他听到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他至今无法解答。后来他试图寻找那片山林，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废弃聚落的踪影。他唯一记得的只有一个名字：智慧。他不知道这个女孩是否现在还活着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存在过。只是从那天开始，每当电视上播放犯罪新闻时，他总会不自觉地去确认犯人的名字。如果某一天犯人的名字叫智慧，那么桂南低头夹起盘中早已冷掉的鱼肉，淡淡地说：这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。桂南淡淡地说完这句话，夹起盘中已经冷掉的鱼肉放进嘴里。然而我仍然盯着他，心里充满疑问。喂，你真的没有去调查过那间房子的事情吗？真的吗？你一点线索都没有查过吗？我追问道，内心总觉得他话中有些隐瞒的部分。
桂南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米饭，沉默了一会。怎么说呢？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，就算去查，也不一定能查到些什么吧。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空洞，仿佛刻意在逃避些什么。但是那个地方你完全找不到了吗？不可能吧，只要你记得当时的地点，总能找到线索吧。我不死心的追问。桂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慢慢的开口，我有回去找过，但那片森林里根本没有那个废弃的村落，甚至连当时我们骑过那条的山路也完全找不到了。他的语气带着一丝的异样，我不禁皱起眉头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可能？我说的是真的，那片地方消失了，就像我们当时经历的一切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他声音平静，但我却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。那么那天晚上的事，你觉得只是梦吗？我试探性地问。桂南苦笑了一下，如果是梦就好了，但问题是我脚上的伤是真的。他拉起裤管，指着自己脚踝的位置。我顺着看过去，发现他脚踝处虽然已经愈合，但还能看到淡淡的3条抓痕的痕迹。这伤口怎么可能是梦？他低声说道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丝的困惑。空气瞬间变得沉重起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因为如果这一切是真的，那么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个被隔离在2楼的女孩又是谁？她的母亲又为什么会说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那栋房子，那么现在它到底在哪里？桂南低头沉默了一会，然后抬起头，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。干嘛？反正也过去了，对吧？别想太多，来喝一杯吧。他举起酒杯，像是要用酒精冲淡一切的记忆，但我却没办法笑出来，因为我心里清楚，桂南并没有完全说出真相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，但他选择不说。而且从那天起，每当新闻播报某个犯罪者名字时，桂南人会下意识地确认，如果某一天犯人的名字叫智慧头目诶，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？好长的一个经历哦，我必须说啦，这个经历假如是真实的话，那这经历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你先到了一个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村庄，就好像到了神隐少女那种是好兄弟才会去的村庄，然后你又碰到了一个屋子，又碰到了一个诅咒。这假如是真实的话，那真的相当的害人哦。甚至我必须说，这假如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。这种经历，日本真的是很多这种乡野怪谈、乡野奇谈，甚至这些乡野奇谈变成人家的真实经历，好恐怖啊！好了，不管怎么样啦，其实我必须说这一则经历我有稍微做一些删减，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的长。那我有把重点抓出来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则经历慢慢的回味吧。好 ，OK， 我是够上的启明，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